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冲绳地方领导人请求访问中国，希望美日的神经够坚强。前不久的新闻报道，中国新任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吴江浩刚刚上任呢，就会见了冲绳县政府行政长官副知县赵务义时。赵务义时呢，带来了一个更重要的消息：冲绳县的1号人物玉城丹尼知事想访问中国。这里面的政治意味是不言自明啊。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过冲绳问题的历史由来。作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冲绳之所以会变成美国空军、海军和陆战队的基地所在，主要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强迫清政府放弃了对琉球王国的宗主地位，然后呢强行吞并了琉球。这段历史至今还没有能够得到清算。虽然日本在琉球强行推动了100多年的皇民化的教育，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琉球居民并不认同日本政府或日本天皇制度，否则也就不会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浪潮，抗议日本允许美军在冲绳设置基地，要求美军尽早离开。从某个角度来说呢，琉球和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一样，也属于被占领土，只是一直没有人给琉球人民伸张正义罢了。美军在冲绳设置基地，其主要任务是防俄罗斯、防中国大陆、防日本。驻冲绳美军拥有特权，祸害当地民众是肆无忌惮，除了很多的丑闻，强奸民女、交通肇事、打架斗殴、吸酒滋事等等，冲绳人民经常因美军犯罪而发起大规模的抗议。但是驻日美军和日本政府是沆瀣一气，对犯罪美军的处理经常是不痛不痒。上世纪90年代以后呢，美国对台独势力的支持逐渐公开化，台湾海峡的和平局势岌岌可危。中国大陆不得不考虑在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之外，进行武力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美国对中国的主权完整向来是不放在眼里，以霸权主义者的习惯思维介入中国的台湾事务。拜登上台之后，多次公开表示美军一定会介入台海战争，中国大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台海战争的响定中把驻日美军乃至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军都考虑在内哦。其中冲绳美军因为距离中国大陆最近，自然被列为了最优先照顾的对象。但是枪炮无眼冲绳的老百姓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无妄之灾呢？二战后期美军攻打冲绳的时候，日军强迫冲绳人民抵抗美军，几万人的伤亡。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冲绳的老百姓肯定也不想再来一次。但是呢，我们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要想改变冲绳乃至整个琉球群岛的政治地位，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中国在和英国谈判收回香港主权的时候，也是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英方明明知道和清朝签订的是不平等的条约，但依然顽固地坚持到1997年，才无可奈何、不情不愿地把香港交还给中国。此后呢，英国依然对香港的治理问题指手画脚，其情报机构多次组织参与对香港的颠覆活动。所以想让美日把吞下去的土地吐出来是非常困难的，连第2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能够让琉球独立，琉球政治地位的改变肯定还需要一次更大的局势的变化才有可能实现。从未来发展的趋势看呢，美国实力不济、霸权衰落、退出西太平洋的时候，或许就是讨论琉球独立或者考虑琉球归属的时候。好，这句话题我们说到这里。